他慢悠悠地说完，稍微离开了一点距离。魏无羡就着他的手，把杯中酒喝了下去，溢了唇角一线也不在意，满意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女鬼见状，趁热打铁的整个坐进了他的怀里，攀着他的肩膀抬起头，唇瓣开息道：“那公子不打算给奴家一点奖励？”魏无羡看着他笑道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女鬼笑得妩媚：“公子这是明知故问呐。”那双柔弱无骨的手便顺着半场的衣襟探了进去，比体温低出许多的凉意让人生出战栗，胭脂的香甜气味渐渐变得浓郁。细腻却又苍白的皮肤衬得她一身红衣更鲜艳，比那更夺目的却是一双红唇。女鬼们惯用的手段，芭蕉雨、巫山云、秋水凝脂，极尽所能地显露出媚态，勾得公子一晌贪欢。魏无羡忽然道：“下去。”女鬼只以为他是怯了，低笑一声，反倒变本加厉地摸向他的胸膛，岂料下个瞬间就叫人毫不怜香惜玉地狠狠掀翻在地，凌乱的衣衫像朵坠地的落花一般铺散开去。魏无羡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神冰冷，话音更冷：“滚！”明明已是厉鬼，却仍被那双眼睛盯得心头发寒，匆匆爬起来，行了半个礼，衣服也来不及拾掇，落荒而逃。魏无羡一言不发地在房中立了半晌，神色稍微缓和，重重地重新坐了下来。他心里没来由的一阵烦躁，天知道刚刚那女鬼坐在他怀里的时候，他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竟是蓝忘机那张脸。他皱着眉又去拿酒壶，才发现壶里已经空了。他觉得浑身堵得厉害，抬手衣袖一挥，将桌上那些酒杯酒壶全都扫落到地上。深吸几口气，缓过片刻，心里那阵邪火才勉强压下去。只是尚且来不及庆幸，又发现身体另一个部位居然隐隐起了什么反应。魏无羡愤愤地扭头去看碎了一地的瓷片，定是刚才那女鬼在酒里做了手脚。他坐下调息，想要将那股热意强压下去，奈何心中一团乱麻，实在难以平静，做了半天也没见效果，反倒是背上叫热汗进了个透湿。魏无羡暗骂几句，干脆也不打坐了，一咬牙解开了腰带，把手伸进了蟹裤中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的。蓝湛啊，这是会员独享的影片，要偷看我们酱酱酿酿，就要升级为世家公子了。魏婴，你别说了。怎么又害羞了？怎么每次天天的时候就不……白光乍现，一切思考能力都在此时化作虚无，空荡荡的识海里只剩下这一片纯粹的白色。他扶着案桌喘息片刻，待到高潮的余韵也完全过去，才缓缓睁开了眼睛。失去刺激的大脑冷静了下来，三魂七魄重新归位，看着面前的景象，只觉不论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情，还是那见了斑斓的衣物木桌，都是同样狼藉的一塌糊涂。要命了！魏无羡想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上蓝湛了。得知温若寒被刺杀身死的消息时，江澄还正与人头疼赤峰尊被俘一事，他们连夜商议，未曾得出什么可行的方案来。那头却传来消息说，最大的阻碍已经被除去了。江澄一双眼睛不敢置信地瞪得极大。你说什么？温若寒死了？岐山，温若寒？别说江澄了，就是魏无羡也不肯相信。这场战斗之所以拖至今日，各种方案悬而未决，全是因为不夜天城坐镇的那位修为远在他们所有人之上的家主，如今却忽然告诉他们，温若寒不小心收了个他们的卧底，被随随便便捅了一刀就死了。直到真的见着了那人的头颅，魏无羡还迟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。没能手刃仇敌，洗雪心头齿恨，复仇的对象竟是已被别人抢先一步送上了路。魏无羡忽然有些茫然，江澄显然也是一样的，眉头紧皱，下意识地摩挲着手上紫电，喉结上下滚动着，然而再有愤恨不甘，最终说出的话却也还是总算是死了。这场仗打得太久，不论是玄门修士还是平民百姓，都已经快消受不起了。温若寒一死，温家便如同被抽去了顶梁柱，叫联军再轻轻一碰就颓圮得不成样子。长夜中有尽，晨光熹微时，不夜天城变成了华丽的废墟。这一次，头顶的太阳不再眷顾于他。休整几日后，各世家纷纷着手准备酒席庆宴。兰陵金氏带了头，开办了为期数天的花宴，邀请无数修士前来普天同庆。
魏无羡走在江城身边，目光在盛开的金星雪浪花丛上漫不经心地扫过去，愣是从满目静态极颜的花朵中挑出了一朵开得最好的，顺手就摘了下来。江城瞪他一眼：“别惹事。”魏无羡把白色牡丹凑到鼻子底下嗅了嗅，无所谓道：“摘它朵花怎么了？能吃了我不成？”江城还想再说，抬头却见聂明珏正好走了过来，便肃然与他打过招呼，没去理魏无羡了。魏无羡拈着那朵花左瞧瞧右看看，越过身着各色服饰的修士，终于找到了那片熟悉的白色身影。他甫一停住目光，对方便几乎在同时转过了头来。他与蓝忘机隔了一座巨大的花坛，遥遥相望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魏无羡觉得自己的心跳都停止了。蓝忘机原本站在蓝曦臣身边，见到魏无羡后，向兄长招呼过，便朝他走了过来。魏无羡立在原地，手里还拈着金星雪浪的花枝，却是一动也不动了。他看着蓝忘机沿着花坛向他走来，白玉栏杆在他身上投下簌簌阴影，金星雪浪在他的身侧轻轻摇晃。魏无羡忽然想起了很多事，想起姑苏求学时的藏书阁，想起采邑镇的琵琶，想起木樨山的玄武洞，想起他不依不饶对自己说的那些话，想起战场上的血腥味，想起他失了理智的动作，想起他温暖的胸膛，想起他的那句话。蓝忘机的面容从青涩一点一点变得成熟，从记忆里的那个少年渐渐变成现在风华正茂的模样。他向魏无羡走来，缓慢又坚定，仿佛一步步踏过更迭的时间，又像是打破了重重阻碍，从最遥远的地方披荆斩棘而来，最后却在离他5步远的地方堪堪停住了。魏无羡瞧见他的抹额在风中飞扬，如旧时在兰家教场上一般，他忽然很想上去扯一扯，于是他向蓝忘机迈出了第一步。大半载不曾见他，那张面容好像又冷清了不少，分明整日都是在打仗杀人，怎么还能如此淡定呢？这样想着，又迈出一步。为什么这人要如此死板呢？认定了什么就不放手，就算知道没用，还非要一遍一遍的重复，真无聊。第3步，还是玄武洞那会儿的他有意思点儿，不过那可真说不上是什么好回忆。第4步，说来蓝湛他这么多年还真是一点没变，一直看着他，怪不得总忘不掉当初被逼着抄家规的那些日子。月光下是落尽清辉的屋瓦白墙，年少的他提着酒翻过墙头，正撞上在巡逻的白衣少年。他摸摸鼻子，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，对那少年道：“天子笑分你一坛，当作没看见我，行不行？”夜风吹起少年头上的抹额带子，飘飘然飞在空中，让他很想伸手去抓，反正离得这样近了，想抓也能抓到了。魏无羡抬起手，将那只在手里掂量了半晌的金星雪浪递上前去，正好触到那人胸膛，对上那双颜色微浅却满是柔和的眸子，嘴角勾出一抹弧度，眉间扬起3分轻佻，悠然开口道：“韩光君，别来无恙。”欢迎升级成为世家公子，听完整版小说。